Hello，大家好，我是187，你是谁？我是杨奇，我是 YQ。然后我们之前有答应大家说5万粉丝给大家录这个50问嘛，然后现在虽然都已经7万多了，但是给大家补一下，然后在这里跟大家说个抱歉，因为这几天反正我们刚从香港回来嘛，然后也赶上我们两个相继生病，然后就把这个拖延了一段时间，然后跟大家说对不起 ，sorry。然后现在我们先开始回答前几个基础10问，基础10问，我们打算一共50嘛，基础10问，然后按热度抖音跟 B 站，然后抽10个热度最高的，然后20个之后随机抽20个，抖音跟 B 站各10个。对，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要开始喽，开始先回答我们的基础10问。按错了，没事。然后第一个，你们两个分别几岁了？几岁了？我 YQ 20。我187 22，我是02年的，他是04年的。然后第二个，你们怎么认识的？在哪里认识的？我们是打波赛给，我们是打球认识的，在球馆认识的。是在泉州的一个球馆，某某球馆，然后我们认识的。然后之前是俱乐部形式，然后我们在一个群里面打球，然后就偶然的这个机会嘛，然后认识的。然后第三个，你们谁1谁0，这是个秘密。哪里是秘密？你说什么了？我是1啊，大家。就是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不用去争论了，而且就有很多那个什么宝宝们在这个直播的时候说什么让他反攻怎么的，这个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大家不要抱有这种幻想 ，OK？ 然后第4个，你们怎么确认对方是那个的？这个的话，我说吧，这个，然后我是因为我没有隐瞒。基本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然后他就知道了，就自然而然都有一起玩嘛，自然而然就知道了。然后我怎么知道他是的呢？就是因为他追得太明显了。哪里有很明显？很明显吗？非常明显，好吧。然后第5个，这段关系是谁主动的？这个确实是他。这个是我主动的。然后第6个问题，你们俩的 MBTI 是什么？然后我的是执政官 ESFJ， 然后我的是主人公 ENFJ， FJ， 反正就都是 E 人，然后下一个问题，你俩在一起多久了？我们目前今天是2025年2月8日，已经在一起306天了，306天，第8个问题，有发生过矛盾吗？谁会先主动承认错误？矛盾特别多，矛盾肯定是会发生的。我们基本上就是谁的问题，然后谁先主动承认错误。但是有的时候是，就是他就是我们两个比较倔嘛，都感觉自己没错的时候，那就要看谁先哭。假如说他先哭的话，那我就跟他承认错误；要是我先哭的话，就他跟我承认错误。所以这个是就是。没有就是什么必须谁承认错误啊，或者是必须谁犯错了谁就承认错误，因为没有绝对性嘛，这个。你们俩在别的平台还有账号吗？我们主要是抖音，然后还有红薯跟 B 站。对，红薯是元气阿天，B 站就是跟抖音是同名的。然后其他都没有了。然后第10个问题。直播的时候会跟别人连麦或者 PK 吗？这个还目前没有考虑，因为我们两个是不是很会跟陌生人打交道的那种，而且我感觉就是跟别的主播打 PK 这种啊，就是感觉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商业化比较严重了嘛，然后就还是想着就是以后好好给大家直播呀，然后聊聊天。假如说大家感觉我们的这个直播形式会很无聊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可能会选择跟别人去连麦呀这种，然后联动一下呀，这样的话就是更有话题性，然后大家看我们直播也不会觉得那么无聊，然后也不会就是产生视觉疲劳这种。好会说。可以说这么长，然后就多加一个吧，也是别人常问的，就是还有人问出柜了吗？家里人有知道的吗？怎么说？
我的话，我是跟我朋友，就是亲戚之外，所有人都知道的，就没有隐瞒。他们问，只要他们问，我都不会隐瞒，就都会说对我喜欢你这样。但他们不问的话，我也肯定不会主动说嘛。然后家里人的话，目前我家一共有4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小的一个，然后我有2个姐姐跟哥哥，他们都知道了。就去香港玩的时候，他在的时候我姐说我俩太明显，他一眼看穿了，然后他就没跟我妈说。但是我回来这边之后，已经把账号给我妈，打算跟她妈妈一样的方式，就让我妈知道，然后慢慢接受。然后我妈目前好像有点知道了，因为上次她看她的作品，对我姐姐说，因为我姐姐是一个资深腐女，她总是给我灌输这些东西，然后她就说，要是你弟弟是就是这个的话，那你就这些都怪你。就我妈就只说了这句话，没有说其他的。然后我的话，我们家是我妈妈知道，然后我妈妈也同意了，然后也就是跟我坦白了这些事情。她也是选择就是尊重我的一些想法，因为她认为我的人生是我自己过嘛，所以就没有强制要求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还有我弟弟也是知道的，因为这次假期，然后我弟弟来这边泉州这边找我，然后在这对，弟弟就在隔壁，所以他就肯定会知道的。然后这个就是家里反正都没有什么太反对，就是反对的话也无所谓，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嘛。那基础11问嘛，基础11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算10问吧。基础10问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下面我们给大家就是录那个点赞评论比较高的，就是频率比较高的一些问题，然后回答那些问题。拜拜，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187，我是 YQ。然后我们紧接上一个视频来给大家回答这个50问的问题。然后上一个视频也说过，我们这个视频是回答大家比较热度比较高的，然后大家点赞量比较高的一些问题，然后进行回答。那么第一条问题是，有没有想过出柜如果失败了的话该怎么办？会坚持自己吗？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我这个人是，就是我没想过失败与成功，因为失败与成功对于我的结果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我选择了这条路，我选择了我自己该怎么样，我选择跟他在一起，是我自己选择的。我自己选择了的话，我肯定是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假如说家人啊或者朋友啊对我有想法啊，那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可能就是你祝福我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你不祝福我，不同意我的做法，也没什么，对我没什么影响啊，我还是会继续这样做的。所以我没就是说失败也没想过失败成功，然后会不会坚持自己，那肯定是会坚持自己的。我的话，我出柜失败了，我知道肯定会失败，因为我爸是不接受的。然后我妈的话，反正我觉得，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家庭，失败的话我妈也不会跟我断绝关系什么的，所以我也是无所谓的。然后加上还是得，我觉得我以后赚钱之后也不会就依附家里，所以失败也没什么关系的，我还是会坚持自己。主要还是得有钱。对，假如说自己经济独立的话就没什么关系。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两个人最严重的一次吵架是因为什么？怎么和好的？最严重一次可能近期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因为一件小事情嘛，就是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吃了个鸡爪，吃鸡爪之后那个油在手上，然后有点不干净嘛，但是我是擦过的，只是用那个纸擦过，然后可能手上还有味道，然后我刚好拿他的手机去看了一下东西，结果他就很嫌弃的那个样子，然后就是很嫌弃的那个状态嘛，然后对我，然后我就很生气，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再理他，结果他也没有过来跟我说什么什么，然后那件事情就是隔夜了嘛，隔夜了。第二天的话，就是他有去跟我主动讲话呀，说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怎么样的，但是我心里一直很生气，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我朋友啊，或者我同事啊，或者跟我好的一些人啊，他们对我这样无所谓，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大大咧咧的，但是我认为就是我的伴侣或者是我的另外一半，我对象，他假如说对我这样的话，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我是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假如说你现在就已经开始嫌弃我的话，那以后嫌弃我的事情会更多，所以我不能接受是这一点。然后那次就很生气，那次我就马上要走了，就已经下楼开车就已经想要走了，然后他追上我，就是我们两个在车上已经说开了，
然后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跟他保证说，下次的话我尽量就是不要这么糙，不要这么大大咧咧的。然后他也跟我保证说，他以后不会这么就是会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些情绪嘛，然后也不会那么再那么嫌弃我那样。然后啥时候结婚？你俩这个问题你来回答吧。未来某一天，因为也不能确定日子，现在毕竟这个也是得以后看自己毕业之后要去哪里啊，就是肯定得有足够经济能力啊，或者是什么时候才能结婚啊。然后第4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对方呢？我可能是就是我第一次见他就是很有好感的那种，然后就想着就是第一次见他把微信加上了之后就想着，哎呀，有事没事的时候想约他一起出去打打球啊，吃吃饭啊，然后去再去在这个过程中再去慢慢的去了解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就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喜欢他，是这样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对方？在他追我的时候，因为刚开始见面的话就肯定是看外表第一嘛，毕竟都不相熟。后面相处下来，发现就他人对我挺好的，然后就开始慢慢有一点好感，后面好感累积下来之后，其实累积也挺快的。然后第5个问题是细讲187的追人过程，为了追到 YYQ 都使了哪些手段？我追他的话就是每天约他一起出来嘛，然后可能我是不太适合就是那种微信上面聊很多呀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基本上就是每天回来，我那段时间可能就是我白天会比较忙上班的时候，但是我也会尽量的把今天的所有的事情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就哪怕我中午不休息然后不吃饭，我也要把这些事情完成，然后在晚上的时候挤出时间，然后跟他一起出去约会啊，去也不算约会吧，当时是就是以朋友的名义嘛，然后一起约他一起出去吃饭呀、打球啊什么的，然后我追人差不多就是这样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就是用一些小的一些细节的东西，然后慢慢的想让他对我有好感这种。然后第6个问题 ，YYQ 被追到的时候是怎么想的？被追到的时候是怎么想？被追的时候被追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当时就也挺开心的嘛，毕竟对方又高又帅，然后性格也挺好的，就那是第一印象吧。然后之后就能感觉到，毕竟他当时我能猜到，因为他突然加我微信之后说要不要一起去吃饭，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单独约我自己一个人。我当时就觉得他可能喜欢我。后面之后到约了好几天之后，觉得好吧，他确实喜欢我，然后他也是 wonderful， 之后就这么，然后当时也挺开心的，毕竟谁会喜欢一个帅帅的高高帅帅的呢？然后后面就慢慢就答应他在一起。然后对彼此的初印象，可能我对他的话就是说话温温柔柔的，然后性格也挺就是和善的一个人，然后外表的话就是白白净净的，然后瘦瘦的，然后帅帅的，这样身上香香的，然后我对他的初印象就是这样。我的话就很高，然后有点小帅，之后性格也很好，毕竟跟不认识的人也能聊这么来。之后外表的话就他挺黑的，毕竟我感觉那时候你比现在还黑。是吗？而且像是夏天能看到腿，他的腿超级黑。我初印象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第8个问题是对彼此的特别的称呼，对彼此特别的称呼，可能就像你们对我们称呼一样，我之前就叫他 YYQ， 他之前就叫我187，就这样。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在家的时候2个人会叫宝宝啊这么叫，然后在特定的时间有不一样的叫法，懂的都懂。
好，第9个问题是187和 YYQ 吃醋的表现是什么？然后双方是怎么哄对方的？我吃醋的表现就是那种，我是那种就是我希望你看到我在吃醋，然后希望你来安慰我的一个人，就是我不希望这个就是我吃醋了这句话在我嘴里面说出来，我希望是你发现，然后你来主动的安慰我，就是哪怕这件事情你做错了，但是你来主动的安慰我，我可以接受，就是我可以原谅你，就是你跟我保证下次没有了，我就可以原谅你啊，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呢？我之前吧是不说的，就是我自己生闷气，然后但是后面之后我生闷气之后，我吃住生闷气，然后他猜不到，当时我们的结果就是总是吵架，后面我就改了，之后吃醋之后就是会主动说，让他猜的话有点难，然后我觉得就后面就主动说，之后他就会过来安慰我，差不多。表扬一下 YYQ， 就是我感觉我们两个做法，可能 YYQ 现在做法会更好一点，但我有的时候我这个人是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就是我吃醋一生气上来，我就心里面就是憋着那股劲儿，我就在想为什么你不来安慰我，然后为什么就这么明显，为什么这么明显你都看不出来？我有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我一生气就是一吃醋到那个点上了的话，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然后这一点 YYQ 现在做的会比我好一点。然后双方是怎么哄对方的？我可能发现他吃醋了的话，我就会先问我说怎么了呀，宝宝？然后因为什么呀？然后先搞清楚这个来龙去脉吧，然后阐述一下自己是因为什么。假如说是我做的这件事情确实是让你吃醋了，好，我跟你道歉。假如说这是一个误会的话，我跟你讲清楚，我说不是这样想的，宝宝。我说我不会这样怎么样？然后我也就是跟他好好说嘛，然后希望他不要生气嘛，就这种。我的话怎么哄对方？就道歉啊。他之前吃醋就一直不说话，然后我问他你怎么了，他也不说话。后面，就一直道歉。我印象中我哄你的话就一直道歉，说对不起，我错了什么什么。反正就道歉嘛。后面到自己也生气了。然后这应该是第11个问题，然后第11个问题是，第10个问题是问问 YYQ， 这个是问你的。然后被表白前有没有预感，还是说很突然的就发生了？如果187不主动告白的话 ，YYQ 会先告白吗？就如果我不告白的话，我有没有预感？那肯定是有的呀，毕竟他很明显，他追我是很明显，他要告白的时候也是非常明显的。他直接说：“哎，你让骑过来，我要跟你说话，谈事儿。”我俩刚一起暧昧也没啥很严重事要谈的，就除了这一件，我不要告白这件事。我可没说让你过来，我说的是你先别走，我有话对你说。那不也一样吗？你都不记得我跟你告白怎么说的了？我怎么记得那一句话呀？就我记得是你让我留下来了，后面我就不在乎。不在。就他让我留下来，我肯定是有预感，知道他要告白的，然后也没说会很突然，就意料之中。然后如果187不主动的话，我肯定是会告白，但是在我憋不住的情况下。反正我要是就是他告白时候挺快的了，都差不多1个月他就告白了。然后我的话就我憋不住，可能得挺久，就可能要是又多10几天2、3个月他还不告白，我自己憋不住，实在想在一起，我就会主动。假如说那到最后就是，你感觉我没跟你主动告白，那你又不想跟我主动告白，或者是你不会啊，我会主动啊。或者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在我追你的过程中，你又遇到了别的人的话，你会就是放弃我，然后去跟那个新的人吗？那肯定不会啊！我跟你在一起了，我有什么就不是在一起，就是我跟你暧昧了，我干嘛还跟其他人暧昧？如果我真的要跟其他暧昧的话，我会把你先断掉。还没告白呢。所以是有这种可能的是吧？你说的是如果，你应该是想什么？反正我不可能就是跟你暧昧还跟其他人暧昧啊。然后那你要是跟我告白的话，你怎么告白？就找你说我喜欢你吧，我只会这样的告白，我不会这么告白。好吧。
那第11个问题是平常 YYQ 和187谁做主？其实我们家的话，可能大部分都是我在做主，因为我比他大嘛。然后其余的事情就是在生活上的事情，可能也有的就是我们两个会商量着来，或者是就是我会询问他的意见之后，我会综合一下，然后再做主做某件事情，是这样。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我在做主。然后第12个问题是两人在遇到对方之前各谈过几任，又因为什么原因分的？我的话，可能我从初中到大学都是谈的女生嘛，然后分手的理由就是各种各样都有，就是各种各样都有嘛。然后有什么就是女生不喜欢啦，或者是我们两个之前闹矛盾啦，什么这种都有。然后后来上大学之后吧，然后我又谈了过一个男生，然后之后谈过男生是网恋嘛，是在 DY 上面认识的，然后也是就是没怎么见过面的那种，然后后来也是因为就是异地恋这种，然后分开的。然后YQ 我谈过3任男生，第一任就是初恋嘛，然后他第一任是因为好像冷暴力，然后他就是突然有一段时间就突然间就很少找我讲话，都是我主动找他讲话。之后无论出去玩什么都是我主动，然后感觉到他确实不喜欢我了，冷暴力了。然后我也不后面我也没跟他说话了，然后就慢慢主动直接分手。然后第二任的话也是个男生，然后他是异地的，他也没多远了，厦门。然后有见过面肯定是有，但是比较少。然后有一次找他见面，然后他就不怎么感觉不怎么欢迎，或者是感觉没怎么开心的感觉，就感觉很多事都是闷不乐的，然后感觉就好奇怪然后那时候跟他在一起很不舒服，后面分开之后就分手了，就回到学校之后然后就分手了。然后第3个也是差不多吧，就刚开始他挺好的，后面就也是他对我就是比较冷淡了，然后我就受不了冷淡那种，后面就也是这样分手了。你还挺可惜呗？什么可惜？那你在那干嘛呢？就讲话的时候不得要点头什么的吗？可惜呗。然后刚才这是第12个问题吧？应该第13，第13个问题是两个人吵架的解决方式是什么？我们两个解决方式，例如 YQ 把187惹生气 ，YQ 会如何处理？那先把这个例如这个说一下吧，就是例如你把我惹生气了，你会怎样处理？我把他惹生气了，就问他就是你怎么生气啦？然后说什么事找清楚之后就道歉，然后道歉完之后就亲亲抱抱什么的。然后我的话也是，就是我先问他，我说怎么啦，宝宝？我说你怎么生气啦？然后就是他假如说不说的话，我就缠着他嘛，然后让他说，然后就亲他，然后这样，然后他跟我说了之后，我就先分析这个问题，然后分析问题了之后，我会先主动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中自己的错误，就是不要大家也不要说就是有可能这件问题中你没有错误，就是既然他生气了，那多多少少你会做错一点什么东西，然后你主动承认了之后，然后你跟他就是我会再跟他讲，我说假如说咱们以后这样的话会不会更好一点呢？然后就把就是我希望他怎么处理，或者是我希望他怎么想的一些想法告诉他，然后这样去处理一些问题。然后问两个人这是第14个问题是吧？是14个问题是，然后看看啊，12、13、14，对，第14个问题，两个人之间相处时间长了，如果没有新鲜感了，两个人如何保持新鲜感？这个问题的话，我感觉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300多天了吧，就是说长不是很长，但是说短也不短，也马上1年了。但是我感觉我对他的新鲜感是那种，就是不是说以
长时间线来算的新鲜感，而是我认为它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认为今天我睁开眼睛就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我又能认识一个，就是在我认识之前认识他的基础上又多认识他一点，然后有这种新鲜感在，就是我会，而且我对他的喜欢是那种就是我真的很喜欢，然后不会说因为就是过去了多久，然后我就对他淡了，然后就不喜欢他了。我是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过这件事情。我跟他表白之后，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想跟你在一起就是我希望咱们两个能一直走下去，就是能一直在一起，然后能就是平平安安的过完这一辈子。然后，所以我对他从最开始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没有考虑过说什么新鲜感散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认为我对他的感情不是靠新鲜感撑着的，我是靠就是我对他的爱，对他的就是这种喜欢，然后对自己承诺的一个负责吧，然后去走下去。你呢？新鲜感的话，说实话，如果按科学来说的话，咱俩都那么久，都快1年了，肯定那个分泌那个早就已经没了。然后如果你真要说一定要有新鲜感保持的话，那就得弄点小心思啊，说弄些什么惊喜啊，那些小惊喜什么的，然后肯定会更爱对方。然后我俩的话都已经在一起这么久，然后就新鲜感肯定就是怎么说？如果按科学来说，那种肯定没了。但是我俩就是喜欢着对方。反正就是生理喜欢是一部分，然后就是真的，感觉对方真的适合自己也是一个原因，然后多重因素原因就感觉我们两个就这样，然后也不会说因为新鲜感褪去了或者怎么样，也会就是一如既往的在一起，然后一如既往的过日子。我现在也是希望就是以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然后希望给他更好的生活。所以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不然新鲜感一退，不合适，三观不合，很难在一起。对。然后刚才是第14个，现在第15个问题 ，YYQ 对187是一眼心动吗？还蛮想知道 YYQ 怎么喜欢上187的，或者说从哪一瞬间或者哪一件事开始有感觉的呢？一眼心动，一眼的话算是心动吧，因为第一眼就肯定看外表嘛，然后说就高肯定是个优点，然后小帅还挺帅的。之后打球的时候第一次打球嘛，然后跟他聊天什么，他也是那种性格开朗，会主动找话题，然后就你说这个人还挺不错的，然后当时就挺喜欢的，但没有想过要跟他在一起，因为怎么可能随便看一个男生好挺好就在一起呢？然后之后什么的，怎么喜欢上的？就当时知道他约我出去玩，然后就单独约我，然后想这个男生有点就是感觉他像是弯的，然后就有一点就是喜欢上一点点，就开始好感上升一点嘛。直到他就是可能之后确定他喜欢男生之后就那挺好的。然后我试试就看看他追我还是我追他。我确定喜欢男生，我都没跟你说我喜不喜欢男生。你追我很明显很知道啊。那是因为我喜欢你，又不是我喜欢男生。就知道你喜欢我嘛，然后当时肯定就有点心动了，就那挺好的，那个小帅哥，然后怎样喜欢上我了，然后后面就有了知道这个开始，我就还有就是继续了解他的冲动，不然的话你一个男的我干嘛要那么了解你干嘛？后面这算是刚开始喜欢上，就我发现他喜欢我之后慢慢相处就越来越喜欢，然后哪一瞬间或哪一件事有点难说。反正就觉得合适。哪件事